签了血气的狐狸兽人对我十分冷淡，是什么原因？我满脸疑惑地询问着狐狸兽人的卖家，卖家满脸歉意的回应：抱歉，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，我这边很快为您重新找一个与您灵魂契合的兽人，10天后会自动上门。但是当我看到柳如烟那张近乎完美的脸庞、婀娜的身姿时，还是打算再观察观察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恢复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对我十分冷淡的柳如烟却对我家男保姆的儿子热情似火。后来我实在难以忍受柳如烟的背叛，果断让卖家给我找来了新兽人。看着床榻上满脸红晕的女人，我下意识的想要接近她，谁知我的手刚伸过去，却被她一把推开，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厌恶。片刻后，她像是反应过来了，语气淡淡的开口：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有些失望。交流群里个个都说自己的兽人乖巧听话，身材好，会做饭，会暖床，简直满足了男性所有对女人的幻想。可我花了大价钱私人定制的高档兽人，怎么会与众不同呢？我有些自嘲的笑了笑，或许这就是高阶兽人的不同之处吧。于是我主动退出了他的房间，还是不放心的给卖家打电话。这个卖家据说只做有钱人的生意，一般都是私人定制的狐狸兽人。卖家听完我的叙述后有些震惊，约我见一面。我们家的兽人都是按照客人的需求量身定做的，按理来说不该是这样。请问你们之间血契签下没有呢？签了，带回家的第一晚就签了。那要不考虑给您重新找一位合适的兽人，最迟半个月，最快10天上门怎么样？我刚要说话，这时候柳如烟的房间门开了，她慵懒的穿着睡裙，露出纤细的锁骨和白皙的肌肤，看得我眼睛都直了。不愧是我按照最高审美标准找到的狐狸兽人，就是迷人的让人挪不开眼。那个，我想再观察观察，有问题的话我会跟你联系。我急匆匆的挂了电话，来到了柳如烟的跟前。你在找什么？我有点想吃佛跳墙了，他们说很好吃，我也想尝尝。我眼神定定的看向了墙上闹钟，现在是凌晨2点了，就算是点外卖都没人送了。我有些不确定的看向他，你确定是现在想吃吗？他眼神淡淡的看着我，可以吗？云霄，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那些偶像剧里男主为女主亲自下厨，女主十分感动后增进感情的桥段，也是自告奋勇的说我可以自己做。只是我没想到制作工艺那么的复杂，对于我一个从小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来说，简直就是难如登天。一晚没睡，等我做好饭菜的时候，已经是5点了。我端着做好的菜进了柳如烟的屋子，听到我喊她十分不耐的翻了身，最后还是起了床，将我做的佛跳墙拿到嘴里尝了2口后，十分嫌弃的摇了摇头。你是不是不会做饭啊？那我们以后还得天天点外卖吗？我是不会做饭，但是这道菜我用心学了的，熬了一夜，不好吃吗？我尝尝。我下意识的尝了几口，色香味俱全，虽然比不上大厨做的，但也不至于难吃到那样的地步。况且买柳如烟的时候，我特地给卖家说的是要带上做饭技能，柳如烟怎么能不会做饭呢？但是想到她那张漂亮的脸，我还是忍了下来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带你回家住，在那有人专门给我们做饭，你想吃什么尽管吩咐下人去做就行。听完我说的话，原本面色不悦的柳如烟脸上似乎有了些期待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我之所以不愿意回家，都是因为我爸爸给我找了后妈，而且对方不是别人，正是我陪家之前的保姆，我妈的好姐妹。我妈过世不久，她就勾搭上了我的父亲，父亲甚至还将他们母子俩安排在我家别墅里。回到家后，父亲满脸疑惑的表情看着我，这是你买1000万买下的狐狸兽人，怎么了？允许你找小三，不允许我买兽人吗？我爸被我这么一说，脸色立马变得难看，就连边上站着的后妈张脸也是一脸难堪。没事，云霄还小，这些话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看着眼前女人伪善的嘴脸，我瞬间只觉得恶心至极，最后还是为了柳如烟留下了。看得出来柳如烟很喜欢家里。饭桌上，张莲的儿子禽兽回来了，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他的表情有些不自在，但很快就被假笑代替。没想到之前说打死不回家的哥哥竟然也回家了，说话时他的眼神却一直停留在我身边的柳如烟身上。这里是我父亲给我置办的家产，我想回来就回来，难道还得跟你打报告吗？这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禽兽有些委屈的模样看向我，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庆幸妈妈去世前将大部分财产留给了我，而非我的父亲。要是给了父亲，我指不定早就得讨饭吃了。我懒得看禽兽，装可怜是他们母子惯用的伎俩，对我爸管用，但是对我一点用没有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竟然眼神冷冷地看着我，裴云霄，给禽兽道歉。我难以置信地看向他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柳如烟再次冷冷的表情看着我，我说让你给禽兽道歉，你不该那么说他，他不过是好心关心你而已。我突然只觉得一股无名火在心底蹭蹭蹭的往上涨，但是又觉得十分讽刺。我花了1000万买来的狐狸兽人，对我没有半分好脸色不说，甚至还为了一个外人当场训斥我，这饭不吃也罢。说完，我直接把餐桌都掀翻了。禽兽满脸震惊地看向我，随后一脸委屈地看向一边的父亲，爸，要不我明天还是搬出去住吧，省得在这碍了哥哥的眼睛。我爸一听，立马眼神冷冷地看我，裴云霄，你从小娇惯也就算了，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跋扈到现在的地步，快给你张姨跟禽兽道歉，这件事就算过了。我眼神冷冷地看向众人，想要我道歉，做梦去吧你们。晚饭吃得很不愉快，但是当我去房间给柳如烟送咖啡的时候，却发现她并不在房间里。直到我在3楼禽兽的房间内听到了2人的对话后，才觉得一切都早有苗头。如烟姐姐，谢谢你刚刚为我说话，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你跟哥哥的感情啊？禽兽油腔滑调的声音响起，倒是让我打了寒战。放心吧，按照裴云霄的性格不会为难你什么的。如烟姐姐，你真是善解人意，要是你是我的兽人就好了，那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，呵护你的。如烟姐姐，我听说你们狐狸兽人是最高等阶的兽人，狐狸尾巴也很好摸，不知道我能不能摸摸你的尾巴呢？柳如烟似乎是在推辞，如烟姐姐，难道连你也嫌弃我的身份吗？怎么会呢？下一秒，柳如烟将自己的尾巴亮了出来，禽兽像是把玩什么珍贵的物件，又是摸又是闻的，倒是让本就需要男人的柳如烟瞬间就面红耳赤。如烟姐姐，你的脸好红哦。柳如烟摇了摇脑袋，假装镇定地看向了禽兽，那里不能摸。
随后更是让人难以启齿的声音传了出来，我一时间怒火中烧。我花了1000万买来的高阶狐狸兽人，我自己还没开荤呢，竟然被禽兽这个混蛋提前玷污了。瞬间我的怒火逐渐被点燃，一时间气不过，直接撞开了禽兽的门。果然，衣衫不整的柳如烟此刻正被禽兽以一种暧昧的姿势抱住，两人都已然面红耳赤，那画面让我简直想吐血。意识到是我来了，柳如烟急忙推开他，穿好衣服，随即恢复了原先对我的那套高高在上的模样。裴云霄，你怎么能这么粗鲁的闯进来？我突然就笑了，他自己做了那不要脸的事情，竟然还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来质问我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谁知道柳如烟却满脸愤怒的看向我，刚刚是禽兽说想要让我给他按摩一下，我们根本没做什么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们呢？这时禽兽满脸委屈的模样看向我，哥哥，你怎么能误会我们呢？我跟如烟姐姐只不过是在按摩而已。哥哥，你不会是不相信跟你签下血契的如烟姐姐吧？你知道背叛血契的兽人可是会被反噬的。如烟姐姐没那么傻。说完这话的时候，柳如烟的表情十分的难看，眼神冷冷的看着我。裴云霄，你竟然会这么想我？说完还不等我发火，他竟然提前摔门而去。我十分无语的白了禽兽一眼后跟着离开了。回到了房间后，我心神不宁的坐在床上。这时候柳如烟推开了我的房门，进门的时候，她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，曲线若隐若现，身上散发出很好闻的体香。她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就朝着她平坦的小腹摸去，但是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没有丝毫感情变化。云霄，我们今晚或许可以试试。原本已经被她挑拨得面红耳赤的我，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立马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再仔细看看眼前柳如烟的时候，我竟然觉得好笑起来。她本就是我买来服侍我的，怎么如今竟把这件事当成了对我的施舍了？这不是倒反天罡吗？如烟，你难道觉得跟我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？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的说出来。柳如烟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呆住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摇摇头，笑嘻嘻的看着她。我当初买你的时候，卖家承诺过我要是不满意是可以换人的，这一点你知道吗？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提起退货的事情。原本还在十分高冷的柳如烟，瞬间脸色变得难看不少。不，我不能被退货，我可是最高阶的狐狸兽人，要是被召回的话，我就会身价暴跌。我眼神冷冷的看着他，所以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云霄，你误会了，我跟禽兽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可我现在已经不想听他说什么了，只是拿起那块毛巾将它包裹起来后推出我的房门。我知道只要是签了血契的狐狸兽人，就要在2个月内完成自己的使命，给男主人暖床，若是做不到就会忍受万箭穿心一般的疼感。当晚我听到了柳如烟因为没跟我睡一起而发生的副作用，她疼的呻吟喊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柳如烟苍白着一张脸，早早的来到了我的床前，为我按摩揉背。云霄，以后我会按时照顾你的起居的。我眼神冷冷的看着她，眼神里的冷漠不言而喻，似乎是没想到自己还会有被冷落的时候。柳如烟脸色十分难看，甚至再次回到饭桌上，面对禽兽的挑拨直接当作没看见，这倒是把禽兽气得不轻。当天晚上，柳如烟像是往常一样洗完澡，再次穿着性感的睡衣想要跟我亲热，却被我撵了出去。到楼道的时候，我却隐约听到了禽兽跟他的对话。如烟姐姐，要不你跟了我吧，我一定不会像哥哥那样对你不好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这么难受的。但是我又没那么多钱，不如你跟哥哥说你打算跟我，然后让他低价转让给我怎么样？禽兽的声音像是引诱一般，更是做事就要贴到柳如烟的身上。看着眼前暧昧不清的两人，我果断给卖家打去了电话。你1周内给我找到最匹配的新狐狸兽人，价钱方面不用担心，但是速度要快。挂完电话后，我拿出手机拍下两人暧昧不清的视频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当作若无其事的回到了房间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柳如烟跟禽兽总会在私底下约会，而我只当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直到1周后，一个样貌出众、温婉秀丽的女人出现在我家门口时，我笑盈盈的跟众人介绍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我最新的契约兽人沈西薇。听完我的介绍的时候，柳如烟原本高傲的脸上突然出现震惊。什么？裴云霄，你已经跟我缔结血契，怎么能公然背叛我呢？看着眼前的柳如烟，我只是笑笑不说话。倒是身边的沈西薇十分体贴的将我的手挽住，我们狐狸兽人生来就是为主人服务的，你既然让主人不满意，他当然有权利换新的了，不然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？独一无二的吗？真是可笑。沈西薇的这番话让柳如烟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。裴云霄，你怎么能不要我呢？没了你，我是会被所有兽人嫌弃的。我眼神冷冷的看着他，可是你之前不是也在嫌弃我吗？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高贵感，明明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兽人而已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禽兽有些得意的表情看向了柳如烟，如烟姐姐，你别怕，反正你的第一次都给了我，我会遵守承诺买下你的。这句话更像是炸雷一般响起，不单单是我，就连刚进门的父亲都被听了去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跟云霄的兽人纠缠不清？我爸平日里最注重的就是这些所谓的面子。听到这不由分说给了禽兽一巴掌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连你哥哥的兽人都要抢。这时候护犊心切的张莲急忙过来劝架，不要啊，老爷，禽兽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禽兽快给哥哥给老爷道歉，快点。看着这场闹剧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心底的苦涩在逐渐蔓延。柳如烟突然来到我边上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神满是哀伤。云霄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跟我继续缔结契约下去？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活的。我看向了一旁的禽兽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取消契约给他就是了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了，你不用谢我，毕竟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缘分。
分。柳如烟抓着我的手使劲摇晃不，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，我还是干净的。下一秒，柳如烟直接推开了禽兽，我不要卖给他。谁知本就在气头上的禽兽怒火中烧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现在是他不要你，你再继续得罪我的话，信不信连我都不要你？随后禽兽眼神冷漠地看向我哥哥，既然都是二手的了，能不能便宜些给我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好啊，给你打个1折。禽兽听到我说打1折的时候，瞬间变得眉开眼笑。好啊，就1折。禽兽甚至不问我买了多少钱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合同签给了他。可当他签完合同才问我多少钱的时候，我嘴角上扬笑了笑。100万。当听到打完1折是100万的时候，禽兽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怎么那么贵？一般兽人不是就几十万吗？你说你买柳如烟花了1000万。我挽着沈西薇的手臂，眼睛都不抬一下。对啊，都给你打1折了，难道你还嫌贵吗？禽兽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。我看向了一旁的张莲阿姨，看来您儿子可是深得您的真传呢，都喜欢捡别人不要的垃圾呢。张莲被我这么一说，一张脸难看到要变形。云霄，你说我就行，怎么带着骂你爸爸呢？原本打算当做没听见的爸爸，满脸怒气的看着我，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，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怎么，你们的儿子想要个兽人，你们不会连100万都不舍得拿出来吧？本来就爱面子的父亲虽然很生气，最后还是拿出了100万给我。禽兽虽然有些不悦，但面对柳如烟的时候还是露出了笑脸。如烟姐姐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兽人了，可不能再对除了我以外的男人动心哦。说话间更直接挡到了我跟前来，看也不行。我突然就笑了，一个我不要的垃圾被他当成了宝了。我直接把沈西薇揽入怀中，他说主人，我们回房间吧。看着眼前这位温婉秀丽的狐狸兽人，我情不自禁地吞咽起了口水，毕竟也是按照我的审美制造出来的，虽然不像柳如烟那样的完美，但是他对我真的很上心。第二天于是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我带着沈西薇出席，只是我没想到禽兽也来了，而且身边还带着柳如烟。看吧，不愧是裴家的少爷，就连身边的兽人都是1等1的漂亮。看看这二少爷身边这位，论外观长相，少了千万是下不来的。看来这裴家老爷子还是对二少爷偏爱啊。可不是，大少爷身边那位都快被比下去了。听到这些闲言碎语的时候，我十分不屑地冷哼了一下。倒是身边的沈西薇十分体贴地捂住我的耳朵，主人，这些人说话不中听，我们不听就是。看着眼前这位温柔体贴还会下厨做美食的兽人，我心满意足的嘴角上扬。拍卖会正在紧张进行，可等到拍卖到能让狐狸兽人进化的高阶灵药的时候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沸腾了起来。这时候我隐约听到了身边柳如烟跟禽兽的对话，主人，我很想要这个东西，听说只要有了它就可以获得更高级的赚钱技能，到时候我一定会为你赚更多的钱的。原本眉头紧皱的禽兽在听到这里的时候，眉头逐渐舒展开来。好，只要是能赚钱的，我铁定给你买。禽兽说完，举起牌子开始准备拍价。当我看到那颗蓝色的灵药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喊价200万，这让还想继续举牌子的禽兽只得愤怒地放下了牌子。他眼神悠悠地看向我，我自然知道他没钱买。一个连高阶兽人都得捡我破烂的人，怎么会舍得再花200万给柳如烟进阶呢？柳如烟的表情十分难看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颗药被我直接给了沈西薇。沈西薇立马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谢谢主人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说完更是毫不犹豫地将价值200万的药吞了进去。柳如烟就那么静静地看着，说不清她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。来到了门口的时候，禽兽故意等在门口，脸色难看地看着我哥哥，你一定是故意的吧？你是嫉妒我将你的兽人抢走了对吧？但是我还就是爱抢你的东西，抢走你的身份地位，抢走你的女人，接下来还要抢走父亲的爱，你啊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赢了我的。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她眼神悠悠地看向一旁的沈西薇，你凭什么抢走属于我的药？你不过是个不成熟的兽人，本不该跟我平起平坐，你何德何能抢？那是独属于我这个高阶兽人的，你不配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柳如烟身上那股高傲的感觉再次出现，我眼神冷冷地看着她，你凭什么觉得你比她高贵？我承认你的确是我花过最多的钱买来的，但是西薇并不比你差，起码她的心里只有我一个，事事以我为先，不像你总是认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甚至还想凌驾于我之上。被我说到了痛处后，柳如烟的表情变得十分难看。之前是我错了，对不起你，但是你也没必要说那么难听的话来羞辱我吧，这就受不了了。那我奉劝你还是尽快离开我这个弟弟，他从小可就是喜欢虐待小动物的，你还指望他会真心对你好吗？我嘴角上扬，但是看着柳如烟的表情逐渐变得难看，心里却觉得十分舒坦。离开了拍卖会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直接拿出房产证来，责令我的父亲带着他们母子离开别墅。父亲被我气得破口大骂，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为这个家费心费力几十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现在说把房子收回就收回，你让我带着你张姨去住哪？我将房产证摆在桌子上后，满脸冷漠地看着三人，我裴家的公司股份给你1%，那都是看在你是我亲生父亲的份上，当然你要是不想要，我不介意全都收回来。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，三人的表情都变得十分难看。沈西薇更是直接拿出三人签下的借住合同，三人面面相觑，最后不得不同意搬离大别墅，一切处理妥当。倒是柳如烟不乐意了，她趁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，半夜偷摸来到了我的房间内，甚至直接脱光了衣服上了我的床。当我察觉到一双纤手搂住我的腰肢的时候，还以为是沈西薇，直到熟悉的体香传来，我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，映入眼帘的不是别人，却是被我抛弃的柳如烟。她一双桃花眼，眼泪汪汪地看向我，云霄，我后悔了，能不能让我继续做你的契约兽人？我保证会尽心尽力地伺候你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觉得只有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，是我当时被蒙蔽了双眼，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来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
只要你原谅我，我愿意跟沈西薇一起服侍你，我不介意。这话说完，从卫生间内出来一个身姿窈窕的女人，眼神冷冷地看向躺在我床边上的柳如烟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像你这样的高阶兽人，不单对主人不专一，竟然还会勾引人的那一套。也不知道要是你的新主人知道你来勾引人时会是怎样的心情。说完，更是直接一巴掌打到柳如烟的脸上。虽然都是同样的兽人，但是沈西薇吃了我给她的灵药，力量比柳如烟大了很多。只几个回合，柳如烟就被沈西薇打倒在地，身上到处都是伤，那张姣好的脸此刻也肿得像馒头一样。禽兽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十分生气的再次痛打了柳如烟，只因为有契约在手，如果柳如烟对自己的主人还手，那是要解约的。而按照柳如烟现在的趋势，再次解约的话，便不会再有人跟她契约，最终只能走向死亡。对于这一点，柳如烟比谁都清楚，所以哪怕是禽兽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朝她的脸上打的时候，柳如烟愣是一声不吭。我爸跟禽兽搬出裴家别墅的那一天，我特地让人给他们送行，还让各地的媒体前来采访。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我解除了跟他的父子关系，并且正式继承了母亲为我留下的裴氏企业，成为了迄今为止最为年轻的氏首富。沈西薇每天对我关怀备至，而她也总有许多的困扰。主人，您现在有钱了，会不会继续缔结更多的兽人啊？我嘴角上扬，眼神淡淡的看着他。就算我缔结了别人，但是你在我心里依旧是独一无二的。我要缔结新兽人的消息已经放出，原本还在跃跃欲试的那些兽人们，更是挤破了头都想被我买下。卖家满脸虔诚的看向我，裴先生，这次为您挑选的都是最顶尖的兽人，希望您能满意。话音刚落，就有4名身姿婀娜的女兽人走了进来，她们个个身姿曼妙，都有出挑的才艺，我看着很是满意。就当我打算将她们全都拿下的时候，一个浑身是伤的兽人跛着脚来到了我跟前。等我看清楚来人是柳如烟的时候，还是让我吃了一惊。你们是谁把她放出来的？她今天就要执行死刑了，现在放出来膈应谁呢？听到要执行死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什么死刑？卖家眼神冷冽地看他一眼，这位不是您之前花了1000万定制的狐狸兽人吗？但是由于出了问题被您推掉，好不容易二手卖出去了，这又被买家给退回来了。我们兽人界有个规定，但凡是超过2次被退回的兽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所以今天就是他的死期了。似乎是看到了我，柳如烟突然跪倒在地，眼神真诚地看向我，裴先生，你能不能再买下我一次？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说完，那张绝美的脸上满是泪痕。我眼神淡淡地看向了一旁的沈西薇，你觉得现在的柳如烟值多少？沈西薇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语气淡淡的回应，柳如烟如今容貌老去，还被2次退回，在我们兽人界是最不值钱的，估价1万，但若没人买下，她必死无疑。我看向了一旁捡垃圾的流浪汉，喂，大叔，送你个兽人老婆要不要啊？大叔听完难以置信的看向我，还有这样的好事？我嘴角上扬，有啊，这个送给你。柳如烟难以置信的看向我，你竟然把我送给捡垃圾的裴云霄，你竟然如此羞辱我！我眼神淡淡的看着他，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吗？哪怕你是兽人，错了就是错了，哪有道个歉就没事的？别那么异想天开。还有，我也不是做慈善的。看着收垃圾的大叔乐呵呵的牵着柳如烟离开后，我嘴角上扬笑了笑，总算是做了件好事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庆祝庆祝。边上的几位兽人美女笑得开怀，就跟我现在的心情一般，很灿烂。